我国与菲律宾之前达成的几十亿美元合作暂停后，美国现在给了菲律宾至少3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并且还会再支援6艘舰艇给菲律宾。难道菲律宾这是彻底倒向美国了吗？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之前菲律宾总统还是杜特尔特的时候，中菲关系十分友好，因此中菲之间达成了大量的合作协议。双方除了在经济上有着很多合作之外，我国还对菲律宾投资了大量的基建项目，像菲律宾修建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菲律宾南线长途运输段项目，以及棉兰老岛铁路达沃迪格斯段项目。我国不但会出人出钱帮助菲律宾修建这些铁路项目，并且利息也只有3%。原本按照正常情况来讲，这些铁路项目我国现在已经帮菲律宾完成一半了。但是在菲律宾新总统马克思上台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不但停止了这些项目的建设，还要求我国将利息降到0.1%。如此离谱的要求，我国自然是选择了拒绝。而拒绝后的菲律宾也着急找下家接盘，但无奈别说放眼菲律宾国内了，就连全世界都找不到一个能以这个价格和利息帮菲律宾进行铁路建设的承包商了。所以菲律宾在这时又找到了中国，希望我国能够将之前提供的49亿美元投资变成55亿。对于此事，菲律宾表示双方正在商量当中。不过从菲律宾这段时间对美国的表态以及不断挑衅我国来看，这次的商量显然还是没能成功。虽然菲律宾和我国的商量没成功，但是却由于倒向美国，从而得到了美国的一大笔好处费。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美国将会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投入7000万美元，用于美菲之间2000多名交流参与者的经费。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承诺将会在今年融资30亿美元，用于改善菲律宾的基建，同时还会筹集1亿美元，改善菲律宾122万人的饮水问题，投资3000万美元，用于加强菲律宾的教育系统，投资800万，用于菲律宾建设生化实验室，投资530万美元，用于菲律宾的抗击自然灾害，投资500万美元，支持菲律宾采矿业。从美国方面做出的承诺来看，美国对菲律宾的投资可以说是全方位，不仅将目前菲律宾最需要的基建给承包了，就连菲律宾民众的生活、教育以及经济活动都包括了在内。如果说美国承诺的这批资金能够全部到位，那么菲律宾无疑会像韩国一样彻底倒向美国，成为不折不扣的亲美派。除了这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之外，美国还会支援给菲律宾2艘岛级巡逻艇、2艘保护者级巡逻艇、2艘旋风级海岸巡逻艇。目前这6艘来自于美军的退役老艇，其中有2艘旋风级海岸巡逻艇已经在4月底时送达了菲律宾，正往马尼拉运送的途中。而这6艘巡逻艇给菲律宾的时间也非常的巧妙。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和我国海警的多次对峙中，都以吃亏被驱离而结束。在上月底时，菲律宾海警还带着美联社的记者想要强闯黄岩岛，结果被我国海警给直接驱逐，这可让菲律宾丢人丢得不轻。本次美国给菲律宾的这些巡逻艇，虽然在火力上不如我国海警，但是像岛级巡逻艇最高时速能达到35节，并且还配备了2维水面雷达，能够对上百个目标进行追踪。显然，美国想让菲律宾采取抢滩登陆的方式，趁我国海警不注意的时候，高速冲进仁爱礁上，给那艘破船运送补给。不过这种方式有没有就是两说了。如果说是在以前，这种方法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现在我国已经对这些岛礁进行24小时的盯防，无人机更是时刻在头顶巡航。仅凭这几艘美军退役不用的老舰就想突袭仁爱礁，想的怕不是有点多。至于美国对菲律宾的30亿美元基建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杯水车薪。在其他领域我国不敢说第一，但要是在基建领域我国说第2，
其他国家没人敢说第一。并且我国的基建项目还十分的便宜，看看那些遍布非洲的中国基建，大家就都能明白了。而即便是如此，我国在对菲律宾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菲律宾南线长途运输段项目以及棉兰老岛铁路达沃迪格斯段项目这3段项目的基建费用，加起来都要49亿美元，这还是之前达成的价格。换到现在，通货膨胀之下，价格已经来到了50多亿美元。而美国仅凭借30亿就想改善菲律宾的基建，想的怕不是有点多。更大的可能就是单纯给菲律宾画大饼。美军上千美元一个的咖啡杯可是举世闻名，这30亿美元恐怕连用来修建往9大军事基地输送武器弹药的路都不够。在外国投资合作上，我国绝对是最受欢迎的国家。每看菲律宾卡加延省的省长都开始公然反美，要求停止对美国军事基地的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中国的投资嘛。看看美国之前扶持的2个国家下场，大家也都能知道，一个阿富汗，一个乌克兰，更早以前还有南越。所以美国这扶持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吃得下，而是带魔咒的。菲律宾想获得美国这30亿美元的投资，恐怕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并且能不能领到这30亿还两说呢。